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想想下，我今天好像真的很久没有 upload 了哦。虽然说我给我自己设的 target 是1个月至少要上2支影片，可是很明显我没有 meet 到这个 target 啦。Anyway， 所以我想在2021年结束之前来跟大家 say hi。圣诞节刚过嘛，我今年收到蛮多惊喜的礼物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counting blessings， 主要会分成2个部分，一就是我自己买的、用了，然后想要分享的产品。就是我收到的礼物，想要透过这支影片来谢谢你们。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 accessories 的人，特别是戒指。我在今年意外的发现一家网店，它的名字叫做 Plenty。我在那边买了3款不同的戒指，分别就是现在我手上戴着的这3款啦。可能有一点背光，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很清楚。买了3种不同款式，分别是金色、银色，还有这个是 rose gold。收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特别的意外。不仅是它的设计是很 minimalistic， 是我喜欢的，然后它的 quality 也很好。这戒指我是已经戴过出去了的，已经戴过几次之后，它的颜色都还在。在洗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特别要把它摘出来，然后洗手，我都是就是这样洗手。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发现 Lovisa 其实有卖 Sterling Silver 920的耳环，就是会比它普通的耳环来的贵一点点，但是它的 quality 会更好。我自己以前也是有买 Lovisa 的耳环的，不过我就会发现到过来一阵子，它的颜色会好像变暗一点，但是 Sterling Silver 925，如果你照顾得好的话，它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褪色。所以我买了2对耳环，我买了2种颜色，一个是 Silver 的，一个是 Rose Gold 的，这个比较看不太明显哦。我特别喜欢这一对，它给人的第一印象会感觉很奢华，但是又不会抢风头，就是有一种低调奢华、低奢的感觉。很明显就不是像我现在戴的这对这样夸张，这么浮夸我也只会在拍影片的时候戴啦。平时的时候我也不见得会穿去 office 啊，怎么可能这样子穿去，人家可能会觉得我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隐形眼镜牌子，但是我就是特别偏爱 Barbie's Eyesland。这个是没有做广告的，但是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的。接触这个牌子应该有3、4年了，我就一直都在用它。可能我这边也是很怕麻烦，就是不想去 explore 新的牌子。如果是隐形眼镜的话啦，它今天出的新的 series 就是 Pro Series， 它的含水量会比普通款还要更高一点，所以就是对我这种眼睛很容易干的人来讲，那就是特别的吸引人。一般来讲，它的 promotion 都是买多就折扣的，所以像这个款式是可以3个月抛的。我就一下子买了4对，意思就是讲，如果1年内没有什么特别情况的话，我是不用买的啦。像我今天戴的这个就是 Olive Green， 里面很有异国风情的感觉。像我买的都是自己用的，然后又很弹性，所以我通常就是会买不同的颜色。我还买了 Earth Brown、Venus Grey 还有 Neptune Nude， 它的颜色都很美的，我会放一个图片在那边。说到眼睛干呢，我是今年第一次接触到洋甘菊露这个东西。据说洋甘菊露会有舒缓消炎的效果。我买的是这个 Florihana 的Roman Chamomile， 它是 Made in France， 它用的是 100% 洋甘菊露，所以它是 safe to 用在眼睛。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人是直接把它滴在你们的喝的饮料里面，然后喝进身体里面去了，因为它可以帮助消身体里面的发炎还是怎么的。但是这么大块的东西怎么样用在眼睛上呢？我是搭配这个 nano 喷雾机来用的，因为它喷出来的 nano 分子很细，所以它不会刺激到眼睛。现在里面装着的就是这个洋甘菊露，所以使用的方式就是这样。是这样的喷雾，所以要用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我也买过那个新的 nano 喷雾机，因为你看它不是很给力，它的喷雾的力就是到这边罢了。所以如果我要用的话，我要这么靠近我的眼睛才可以，还不可以跑偏，不然等下那个风都吹走。OK， 你们应该有听过刷酸这个东西吧？就是特别针对如果有毛孔粗的问题，特别有效的。但是刷酸这个东西真的很看你的肤质的，市面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产品，但是你要看它不同的是因为它的酸性程度不同。一般来讲，没有刷酸经验的可以从浓度最低的开始。今天我开始用的是 Streedex， 据我所知 Streedex 有3款，就是 0.5 是青色包装的，然后这蓝色是 1%， 还有这个红色是 2%。目前来讲，我只开始用了1%的这个。
一开始用的时候，它效果会比较明显，就是皮肤表层的油粒会比较容易挤出来，然后皮肤也好像比较透亮一点。一般来讲，我是一个礼拜最多用2次，不要太多，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它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皮肤，所以就让你的皮肤自己的by natural 去调试，去新陈代谢这样子调整过来。再来就是这个 La Roche-Posay。可能我念错 ，sorry， 如果我念错的话，请你不要怪我他们的这个 FRK 多真的是对痘痘肌非常的有效，特别就是对那种红肿发炎了的痘痘来讲特别有效的，这个早晚都可以涂的。就如果晚上的话呢，我会特别针对在有发炎痘痘的地方再涂多1层，然后第2天醒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痘痘有消沉下去，会没有那么痛了，至少。所以真的很有效，这个我真的会觉得，如果有痘痘困扰的，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之前我就有介绍过，我用 Kiehl's 的 Midnight Recovery Essence， 我真的用了觉得很好。然后因为这个的 experience， 我就想说，我也想 try 它的那个 daily 的，就是说空早上可以用的。然后今年我终于入手了，就它闻起来有一点淡淡姜辣的味道，蛮适合早上用的，因为你一闻一下，你整个人就醒了。然后我也发现精油会比moisturizer 来的容易吸收，在我的情况来讲。就依照我当天的皮肤状况，如果我今天觉得皮肤比较干一点，我还是会搭配 moisturizer 的，然后再上 sunscreen。但是如果说今天还是普通 OK 的话，我可能就是直接精油了之后就是 sunscreen。它不会和 sunscreen 还是 foundation、concealer 打架的，就是不会卡粉，蛮好用的。用完了 Kiehl's 的 Midnight Recovery Essence 的时候，我就想说想试试 Estée Lauder， 就买了他们的这个 Advanced Night Repair。第一印象，这个精华也太好吸收了吧！就是我涂了1层，在涂的时候1分钟之后就感觉不到这个东西了，好像完全被皮肤吸收进去了。OK， 不用紧，我再涂多1层，涂多1层的时候也是差不多1分钟，整个东西都感觉不到，就是完全被吸收进去了，是有一点怕怕的感觉啦。为什么我的皮肤真的是发生什么事？但是 in a way 就可以说它的分子是比较细的，所以它很容易被皮肤吸收进去。至于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别发现呢？其实讲真，我才刚前几天开始用到，所以可能再过多一阵子先我再用。要说2021年最特别的 purchase 就是这个刮痧板。我一开始想买是因为我想说它有这个收敛的功效，但是收敛还是提拉就没有在我身上看到啦。不过我觉得它对脸部还有颈部按摩还是蛮有用的。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你脸部的 muscles 有时候也是很 tense 的，就是它会根据你身体的状况，如果今天你身体很累，还是你很 stress， 它其实你的脸是有紧绷的，就是如果你按的时候会有那种酸酸的感觉。尤其是眼睛下面的时候，你这样按它的时候，会有一种麻麻酸酸的感觉。像这个凹进去的部分呢，你可以做下颚这边的按摩；这个长的、这个比较大面积的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用来做颈部这边淋巴的这个按摩。然后这个尖头呢，可以用来按摩眼部周围，帮助眼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也是其实可以改善你的黑眼圈。其实用手按也是可以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用这个的话呢，譬如说尤其是这边它的面积比较大嘛，那么你可以一下子可以按得比较舒服一点。用的时候还是要搭配按摩油啊，还是精油或者是 lotion 都可以，主要就是要减少刮痧板还有你皮肤之间的这个阻力摩擦。今年的生日收到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就是 scented candles。其实呢，我在这之前是没有烧蜡烛的习惯的，但是如果朋友送我的话，我还是会烧的。就是 why not？ 就是 try something new。朋友们送我的这个 candle 是 from Petite。朋友送我的 candle 是 from Petite， 一个是 sandalwood，another one 是 rose musk。结果烧下我就喜欢上了，然后我已经把它们给烧完了。然后我就在公司的时候就和新店聊到我在烧蜡烛的东西，然后他就给我这个 Typo 的 Choco Berry Bliss， 听起来是好像觉得第一下觉得这是什么味道 Choco Berry Bliss， 但是很意外的这是一个很好闻的味道，然后我也把它烧完了。旁边这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已经烧不到了。其实一直来我知道我朋友舒逸是有烧蜡烛的习惯的，那之前他想要种草给我没有成功。但是现在过了这么久，我终于喜欢上蜡烛这个东西了。所以他也在圣诞节的时候呢，送了我一个 from Bath and Body Works
这个是什么味道？哦，这个是 Fresh Blossom。Fresh Blossom， 我不懂它的 burning time 是多少，我问过，我不记得。这个是 3 week 的，有那种很 relax 深山的味道，冷冷的味道。因为我真的也很喜欢，所以后来我自己也去买了一个小罐的。这个系列是有加精油的，Stress Relief。因为去那边的时候，我问那个 SA， 我想要找一个味道闻起来之后会很放松，可以减少头痛的，那就介绍我这一个系列。之前有提到刷酸嘛，我之前有看 Dr. Ivan 的影片，然后他就有详细介绍过维嘉的杏仁酸，那时候有想说特别想要试，但是到最后我就买了 Shredex， 就是之前介绍的那一个，但是没有想到啊，子璇，到底你是怎样可以探索我的思想的？这就是我讲的那个产品啊！哎呦，我没有跟人家提过这个东西耶，因为我就是自己看了之后，然后想说有机会我会自己买，但是 Oh my god！ 对，后来我有问他，然后他说他自己也在用着维嘉的产品，然后他也有看 Dr. Ivan 的影片，果然呢。然后还有 Cleanser Cream，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很懒惰用 Dr. Ivan 教的洗脸手法咯，因为我超没有耐心的。老实说，我今年已经没有什么想买彩妆的欲望了，但是确实有一个 brand 是我很想要 explore 的，那就是 Rom&N。他们的 Jujube 4号我一直都在关注但是我就迟迟没有下手。但是现在已经在我的手里了，这个也是一个 pleasant 的 Christmas surprise。谢谢你，苏璇。然后他还给我选了2个眼影盘，还有一个腮红。眼影盘打开来看一下哦，这个是03号的 Dry Redress， 是大地色的。第2个，这个是02号的 Dry Rose， 藕粉色的。我发现到这个 Rom&N 有一个很细心的东西，就是它会附加这个这个应该叫什么？一个 tag， 就是那边可以写说你开始用的日期是什么，然后你可以粘在产品的后面，所以你可以记得你开始使用这个产品的日期是什么，这样子你才可以 keep track 这个产品到底用了多久，蛮有心的这个。每一个产品它都有给哦，就是眼影盘，不只是眼影盘哦，它还有在这个 cheek 这个也是有。就是 cheek 这个它也是有，这个是一个很 peachy 的 blush， 色号是什么？02哦，是真的 peachy cheek。还有的就是这个啦，这个 Jujube 这个 Juicy Lasting Tint 也就是现在我涂的这个色号。现在最近是不是用 hand sanitizer 用很多，用到手很干？噔噔，这个的包装就已经是满分了吧？它里面是有4个小样。有2个 hand cream， 一个facial cleanser， 还有一个是bath and shower gel， 那是 cherry blossom 的。我是没有自己买过罗西丹的产品，很香，蛮期待的，可以用这个，可以一次过 try 很多产品。这个也很香，这个是 shea butter， 对，这个是 shea butter。这个是 Cherry Blossom， 谢谢你，蚂蚁。然后我也说到这个 hand cream 是 from M&S Beauty， 就是 Marks and Spencer Beauty。我 before this 我都不知道 Marks and Spencer 原来有出自己的 bath body fragrance 产品的嘞。quite interesting。这个的味道是 Magnolia，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鸡蛋花，就是完全是那种度假村的味道，太舒服了。就确实没有那么想买彩妆的欲望之后呢，我的注意力就转去香水了。今天和朋友玩 Secret Santa 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了我很想要的 Marc Jacobs Daisy Dreams。来看一下，看一看，噔噔，哇！你们觉得它很可爱耶？它是那种很高级的花香，粉粉的，果然我很喜欢。Thank you。说到香水呢，我这个特别留到最后才说，就是今年朋友们送我的生日礼物，就
就是 Jo Malone 的 Collection Cologne。我这个人呢，就是有点不好，就是非常贪心，然后又喜新厌旧，所以我就特别会关注perfume miniature， 就是小样的香水，因为这样就可以满足我所有的这个贪心和喜新厌旧的问题。这个款式呢，就打开是这样。Oh my god， 美吗？这里有include 5个 scent， 第一个是 Lime Basil and Mandarin， 这个比较特别，是因为它的颜色会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是有点带黄。然后这个是 English Pear and Freesia， 这个是 Wild Bluebell， 这个是 Peony and Blush Suit， 还有这个是 Wood Sage and Sea Salt。猜猜看哪个是我的最爱呢？答案揭晓，就是这个 Wood Sage and Sea Salt。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很 homely、woody， 很 tone down、relax、comfort 的感觉，就是 cozy Christmas sitting beside a fire pit 的那种感觉。如果有 scented candle 的话，一定是非常棒，因为它很适合在客厅里面或者是 bedroom 里面去烧它，这味道真的太棒了。这个礼物算是非常意外的礼物，谢谢你们，非常喜欢哦。还有一个比较意外的礼物就是，哇，包装很 fancy。OK 啦，我是开过了啦，现在我再开了一次，在这个影片里面。这是 Liz 的星星牌手绳，它的星星看得到吗？看得到吗？星星，这星星里面还有刻着一个比较小的 love， 我觉得镜头里面是看不到的。这是在另外一个交换礼物的环节里面收到的礼物，算是蛮意外的。就平时我们戴手链的时候，就是会很怕，好像很容易就会弄脏还是什么的。但是这个因为它手绳是黑色的，所以它也比较耐脏，也比较耐看，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手绳。设计是那种很 minimalistic 的，很适合平日穿戴。怎么样来说，还是要谢谢你，Amy，这个手环我会常戴的。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我在公司的 gift exchange 环节里面呢，就收到了 Desk Organizer 还有2022年的 Cute Calendar。因为今年我们是可以跟我们的 Secret Santa make wish list 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要什么东西 ，then 就收到了 exactly what I wanted， 所以就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but thank you so much， I really like it。好了，这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内容。感谢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位，一年里面有很多的 ups and downs，但是现在往回头看，就很感谢有你们的陪伴还有 support，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撑过到今天。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家会比今年过得更好、更充实、更多姿多彩。Goodbye 2021 and see you again. Bye.